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允许自己不那么幸福》这本书。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吸引真正好运的法则是，当一个人发生改变时，会通过集体无意识影响整个人类的变化。是不是有不少人会觉得自己活着没有什么意义？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，其实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固有观念，比如必须不断成长，必须对他人有用，必须和大家一样，这些全都是思维定式。一个烦恼的背后，就像冰山一样，隐藏着许多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固有观念，而且很多已经深深扎根于无意识之中。不过本书的作者认为，这些所谓的固有观念，其实全部都是人类特有的误解，而在这些误解的根本，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自我否定感。比如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或者不断否定自己，误以为自己并不幸福。一个烦恼的表面之下，往往是多个思维定式叠加而成。虽然每个人具体有哪些思维定式不同，但所有烦恼基本都具有这样的结构。正因为烦恼的背后是多种观念相互交织，有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能一下子消除，有时候需要多个观念逐渐松动，整体放松下来，某些观念才会真正消失。因此，即使是类似的烦恼，我们也需要培养从不同角度去看待问题的灵活视角。那么，怎样才能获得这种多角度的视角，从而摆脱这些思维定式呢？一个提示是去听一些与自己烦恼完全无关的内容。很多时候，正是这些无关的话题，反而会让我们的某个固有观念突然松动。这是因为，这些思维定式并不只是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在整个人类层面，通过集体无意识复杂交织在一起的。无论是谁的观念，当你开始放下时，也会通过这种集体无意识，让家人、朋友等周围人的观念也随之变弱。集体无意识是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概念，指的是超越个人无意识、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无意识层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烦恼并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。正因为如此，当你的观念逐渐消除时，你周围的人也会变得轻松，心情变好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个法则是，人类会忽视 99% 的幸福，却只为 1% 的不足而叹息。我们再来深入一点思考刚才提到的活着没有意义的烦恼。不妨想象一下，如果人生真的有意义，那么每个人都必须走在正确有意义的道路上才行。但正因为人生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，我们才可以自由地选择方向。你可以向北走，也可以向南走，甚至可以往左下方走。这样一想，没有意义反而意味着极大的自由，不是吗？所谓意义，本来就是每个人可以自由创造的东西，可以放下。而且所谓幸福，并不是去获得的东西，而是去察觉的东西。因此，我们首先需要打破这个认知。要打破它，就需要意识到你其实已经是幸福的。也许很多人无法自信地说我很幸福，那么请试着做这样一个练习，把你现在理所当然拥有的幸福，尽可能多地写在手机里。比如心脏在跳动，眼睛可以看见，能够吃饭。写出至少5个之后，再写下你最想实现的一个愿望，然后从刚才写的那些理所当然的幸福中，选出3个，用来交换这个最大愿望。如果愿望可以实现，你愿意用哪3个来交换？实际上，大多数人是做不到交换的。没有人会因为年收入1亿日元就愿意让心脏停止跳动，也没有人会因为有钱就愿意失去视力。也就是说，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，其实是远远超过最大愿望的巨大幸福。我们以为最重要的愿望，可能其实只是排在第100位的愿望。真正重要的东西，其实你早就已经拥有了。99%的幸福，其实早已存在于你的身边，但我们却忽视了这些已经拥有的，只盯着那1%没有得到的东西不断抱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刻意不去看那99%的幸福，而把注意力
全部集中在1%的不足上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个法则是，在临终前，真正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的记忆，而是当时的情感的记忆。因为我们被各种各样的思维定式所束缚，不过这些思维定式，其实只要你意识到它的存在，并且理解原来这不过是个误解，它就会自然的消失。在人类对幸福的认知中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误区，那就是我们总是试图通过增加某些东西来让自己变得幸福，但这正是让人迷失在幸福追寻中的入口。真正的幸福，与其说是加法，不如说是减法。也就是说，你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放下那些思维定式，去做减法。因为正是这些思维定式，让你远离了幸福。在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回忆之树。据说在这个宇宙中，每个人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回忆之树。我们每个人所经历、所感受到的一切，都会被记录在这棵树的叶子上。不仅是经历本身，就连当时的情绪状态，也会以颜色的形式记录下来。比如一整天都在生气，叶子会呈现深红色；一整天情绪低落、郁闷，则会是灰色。如果一天中混合了各种情绪，就会呈现混合的颜色。当一个人内心平静、幸福的情绪占比超过51%时，叶子就会变成美丽的祖母绿。也就是说，这棵树不仅记录发生了什么，更记录当时你是以怎样的心情去经历的。举个例子，即使你做的是一件看起来很好的事，但如果内心状态很糟糕，这一点也会通过叶子的颜色显现出来。而人一生中，有一次机会与这棵回忆之树相连，那就是临终前看到的走马灯。所谓走马灯，是指在人生最后时刻，过去经历过的各种场景，会像电影一样在一瞬间闪现出来的现象。为什么连那些早已遗忘的过去也会浮现？这是因为我们在无意识中一直在为这棵回忆之树浇水，并且妥善保存着这些记忆。因此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我们会通过这场走马灯，重新看见整个人生故事，并直面自己最真实的内心。也就是说，人生的最后，被问到的并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当时是以什么样的心在活着。我们会通过新的状态，在一瞬间重新体验自己的一生。当脱离肉体之后，时间和空间的感知都会改变，所以即使是80年的人生，也可以在一瞬间回顾完。而人生真正的目标，就是在那个最后的瞬间，能够发自内心地说，虽然经历了很多，但我已经尽力了，这一生真不错，能够为自己的人生鼓掌。而衡量这一点的标准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回忆之树上那些叶子的颜色。接下来介绍第4个法则是，对于人生的主角来说，不幸与厄运也是故事的调味料。大家知道塞翁失马这个故事吗？有一位老人，他的马跑掉了，大家都觉得他很可怜，但老人却说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后来，那匹马带着同伴一起回来了，大家说太好了。老人还是说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有一天，老人的儿子从马上摔下来，摔断了腿，大家说太可怜了。老人依然说，真的是这样吗？1年后，战争爆发，很多年轻人都战死了，但因为儿子腿受伤，没有参战，反而活了下来。一开始看似不幸的事情，最终却带来了好的结果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什么是幸福，什么是好运，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。既然如此，就没有必要去执着追求它们。也就是说，一味追逐幸福和好运，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常常以为事情顺利才是幸福，不顺利就是自己不行，能力不够。但这其实是一个彻底的误解。正是在事情不如意的时候，真正重要的命运才开始启动。也正是在不如意的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走出原本的框架，迎来与昨天不同的明天。因此，比起幸福和运气，更重要的是以自己为主角，去活出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因为故事比单纯的幸福更有意义。对
对于故事的主角来说，不幸和挫折是调味料，所有的过去都是伏笔，喜怒哀乐都是娱乐的一部分。在故事中，最跌宕起伏的往往正是主角。什么都没发生的人，只能成为路人 A、路人 B。只有同时经历幸福与不幸、好运与厄运，才构成完整的主角人生。正因为愿意拥抱并接受自己的全部命运，人生才会变得有滋味。这里还有一个著名哲学概念——命运之爱。它的意思是，无论好坏，都接受并热爱自己的命运。当你真正以主角的觉悟去活着时，就能够接纳一切，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。接下来是第5个法则：香槟塔只有最上层被注满，下面的所有杯子才会被填满。虽然我们头脑上知道要放下思维定式才能幸福，但这些观念早已变成常识，很难察觉。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发现自己的思维定式，请看看下面这些想法，你是否强烈认同？不能优先做让自己开心的事，优先考虑自己是自私的，自我牺牲就是爱。必须做个好人，必须成为让别人开心的人，必须时刻保持和谐，不能任性，必须忍耐。如果你对其中某些特别认同，那些就是你的思维定式。很多无法拒绝他人的人，其实都是好人，但正因为无法拒绝，他们的人生反而会越来越痛苦。还记得前面说的走马灯吗？人生最后回顾的，并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真实的内心感受。我们总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，但人生最后被问到的，只有你自己的内心。所以，想要不后悔的活着，就必须贴近自己的真实感受。这也意味着，不能一味的为了他人而做好人。但你可能会担心，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，世界会不会变得更混乱？这时候，请想象香槟塔，要让所有杯子都满，必须从最上面开始倒。如果从第2层开始倒，最上面的杯子永远不会满，而这个最上面就是你自己。如果你一直压抑自己，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，就像最上面的杯子是空的，下面却被填满一样。这种活法，最多只能打50分。真正满分的人生，是既重视自己，也重视他人。而这只有从先满足自己开始，才能实现。尤其是那些认为自我牺牲就是爱的人，更需要明白，爱并不一定要通过牺牲自己来表达。接下来介绍第6个法则：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强的应援团，那就是你的祖先。很多人觉得必须不断成长，不断进步，否则就不够好。这种想法背后，其实隐藏着一个信念：现在的自己还不够。当然，有些观念对成长是有帮助的，并不是全部都要否定。关键在于这种想法是让你兴奋的，还是让你压抑的。如果是发自内心的期待，比如我想变得更好，那是好的。但如果是沉重的义务感，比如我必须变好，那就是来自他人的标准。我们需要不断检查自己现在的努力，是出于热情，还是出于压力？那么问题来了，成长、升职、赚钱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必须成长，不努力就没有价值。这些其实也是常见的思维定式，即使不刻意追求，人也会自然成长。就像孩子，即使想一直当小孩，最终也会长大。很多人其实是在用他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成长。这时不妨想想猫，猫似乎没有特别努力，但它的存在本身就很有价值。达芬奇曾说过，猫无论多小都是杰作，必须努力才有价值。其实只是一个误解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无数的人，但你眼前所看到的世界，只属于你。用你的感官去体验这个世界的，也只有你。没有人能以你的方式去感受今天的天空，这本身就是价值。你经历的一切，无论好坏，都是只属于你的独特体验，这就是你的价值所在。你的人生，并不只是你一个人的。试着想一想，让你停止心跳5秒，你能做到吗？做不到。虽然心脏属于你，但你却无法控制它停止。
为什么？因为让心脏跳动的并不只是你。据说网上追溯15代，你就有大约65000位祖先，只要少了其中任何一个人，你都不会存在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身体是所有祖先的结晶，你的人生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，而你的祖先们正坐满观众席，为你加油。你现在的每一次心跳，都是他们在对你说：“去创造属于你的人生吧。”这份跳动，就是他们此刻仍在爱着你的证明。你的祖先们一定会为你鼓掌，继续全力支持你的人生。最后要介绍第7个法则：人与人合不来，只是因为相性不合。那么，请大家先想象一下一个理想的晚年生活，拥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住在能看到海的别墅里，每天早上在海边悠闲地度过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？但如果这样的生活是在一个无人岛上呢？对大多数人来说，那反而会变成极度无聊，甚至像地狱一样的日子。如果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，就会失去真实自我的幸福。但如果一味坚持自我，也可能变得任性，同样会失去幸福。而现实是，想要建立真正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人际关系，其实并不容易。因此，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：人生中，只要能拥有一个真正心灵相通的人，就已经足够了。只要有一个人能让你坦诚表达内心真实想法，这样的人生就已经非常美好。哪怕被100个人讨厌，只要有一个人是你真心信任、觉得重要的人，那就已经是幸福了。对于那些无法合得来的人，其实没有必要勉强自己去相处。这个世界上，总会有一些怎么也喜欢不起来的人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关键在于不要否定自己真实的感受。你知道为什么世界、宇宙会如此广阔吗？可以这样理解，这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与不合的人保持距离。我们常常误以为必须和所有人都相处融洽，但其实并不是这样。真正正确的方式是与合不来的人保持适当距离，互不干扰。我们的人生最多也不过100年左右，没有时间浪费在与不合的人勉强相处上，不需要为了别人牺牲自己，也不需要强行融入不适合的关系。就像动物在遇到危险时会选择先逃离一样，人也是可以选择拉开距离的。如果你能做到珍惜自己，珍惜那个对你来说重要的人，那么已经可以说是合格的人生了。人生不需要完美，不需要一直顺利，也不需要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。你只需要作为自己人生的主角，去体验，去感受，去走出属于你的故事。哪怕有不顺，有遗憾，有不被理解的时刻，那也不过是让这段人生更加丰富的情节。到最后，当你回望这一生时，如果能够发自内心地说一句：“这一生我真实的活过”，那就已经足够了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